这是罗宾老师的电脑，你在干什么呀？但是我有密码。你在找什么？我在找让他回来的台阶。你在挖他的客户资源吧？你可以去告诉他。罗老师，请您喝养乐多。有什么要告诉我的吗？有，李丽决定接受您的建议，和玲珑美食和解。那个案子不是已经归何塞管了吗？他想让我跟您解释一下，他当时就孕激素导致情绪失控。我不介意，还有别的事儿吗？啊，您的电脑密码我改成我父亲的忌日了。为什么？谁让你改的？因为我发现有人从你电脑里面去拷客户的资料。谁？老洪。改回去。改回去。尽早建立离岸家族信托基金，就可以隔离这些风险。比如说，您打算把财富隔代传承，那您可以直接用离岸家族信托，将您的孙子设定为指定的受益人。如果说你不愿，我在跟客户通电话，几百亿的家族信托，你是在跟我的客户通电话？我是在帮你维系客户，替你做客户的增值服务。这么说，我要谢谢你了。不客气。我听说你还分别联系了任小年父子，谁跟你说的？你承认了？他们应该已经不算你的客户了。如果你肯听我的建议，你劝我放弃？没错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不尊重别人的劳动，他认为花钱买的不是你的服务，而是你的尊严。不，据我所知，他们是尊重别人劳动的，只不过他们不尊重一些不专业的行为。就比如说，你的助理黛西小姐。那他也犯不着勃然大怒，让我当场炒掉我的助理。那你也犯不着怒发冲冠，为了个助理跟大客户翻脸。如果我默许或者纵容了他的行为，我会看不起我自己的。我猜你是怕黛西会看不起你。你猜错了。你是个理性的人，理性不代表逆来顺受。你是不是因为任小年曾经是你的客户，如果他现在变成了我的客户，会让你觉得很没面子？这跟我的面子无关，所以我奉劝你，如果不是因为太缺钱，有些案子就算了。你觉得我留在这是为了钱吗？我继承的遗产够我开10几家全景的，你觉得我为什么留在这儿？好，那如果我告诉你我留在这儿是为了助人为乐，你信吗？中国有句话说得好，富不过3代，为什么？第1代辛苦赚钱，第3代宰卖爷田，甚至都熬不到第3代，很多在第2代就折腾没了。说实话，罗宾，我特别感谢你为我做的事，让我避免了家产争斗。我想为更多像我一样的人规划他们的所有，避免他们手足相残。其实对于我来说，多签一个客户，少签一个客户有什么所谓呢？但是对于他们来讲不一样，他们越早知道，就越早能规避风险。好，我知道了。抱歉打搅你了。难道不应该是抱歉误解你了？请你以后不要偷偷的到我电脑里去拷资料，好吗？如果你需要什么，直接告诉我，跟我要。我没有偷偷去你电脑里拷资料。你不上班，办公室没有人，我没办法直接问你要。所以你就打开我的电脑，输入了我的生日。
电脑就蹦出来一行字：“欢迎回来。”不管什么人，不管什么电脑，只要你输入密码正确，都会蹦出来“欢迎回来”。哦，我以为你的电脑一直在等我回来。好，我的错，我太懒。所以你是特地来告诉我？对，我就是特意来告诉你，这个错误已经被纠正了。是吗？那现在换成谁的生日了？有空吗？你说什么时候？是这会儿、一会儿还是下午？我是说等你有空的时候，有点事儿想跟你说。我先去看一眼我的电脑。不急，我在办公室等你。马上告诉我，请告知我你父亲的忌日。可问题是，现在我们的客户不同意和解了，他那索赔20万，真的把我们都给激怒了。请告知我你父亲的忌日。罗宾知道你父亲忌日干嘛呀？他想祭奠一下。我啊把他的电脑设成了这个密码。哎，不是你笑什么呀？啊？这日子真特别啊！哎，你回去好好和，别笑了，你回去好好和你们客户说说啊。我们是不愿意打官司，但是如果他们特别想打，我们也不怕。哎，何塞老师，您找我？你把这个整理一下，发到我们全景的公众号上，我希望它能够引起关注。好的，我做完以后就发您。不是发给我，我不是要在我的邮箱里看它，我是要在网上，在公众号上，在其他一切社交媒体上，我要让杜飞成为家喻户晓的英雄。你去完成它，这是一个艰巨而光荣的任务。报薪者杜飞，杜飞是谁啊？明天你就知道了。Hello， 你的餐好了，您的号牌，请稍等。好，谢谢。哎，省来来，哎，你先来。你要什么？哪个面包也？欢迎。9号顾客，你的餐好了。来2个沃斯水加蓝莓、樱桃、青柠、薄荷，再拿个燃力面包。
杜飞太太来了，在你办公室。他看到那篇报信者杜飞了？当然，微博已经转发好几千了，公众号上大家也都在声援，为众人报信者不可使其冻毙于风雪。黛西来了吗？他来了，我马上让他去找你。他怎么又没来？他加班到今天早上。杜太太，报信者那篇文章你们发的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杜飞现在在取保候审阶段，法院还没判呢。人家反复的在叮嘱我们不可以公开发声。这样，你们就说这不是你们发的，您就说你不知道就可以。我不能说我不知道，他们抓了我丈夫。他们又抓了杜飞。今天来了几个便衣，正好孩子在家呢，他们就跟杜飞说带杜飞走一趟，还说因为孩子在家，就不给杜飞戴手铐。这是什么呀？委托我为你丈夫代理的协议。我为什么要委托你？刻不容缓，请你相信我，恳请你相信我一次。罗老师，您找我？马上联系到这个名单上的所有人，问问有多少人愿意为杜飞求情作证。好，是谁写的？那个报信者杜飞。何赛老师让我写的。你写的？啊。为什么要写？啊？你知道发生了什么吗？你哪儿听说的这些啊？谁让你发的？杜太太，这个事情我们回头跟你解释。现在我们的当务之急是解决你先生的问题。马上删除那篇微博。删除。何赛今天有点不正常，你最好躲着他一点。最好躲着我一点。你怎么了？你要删了？罗宾让你删的吧？罗宾太高了，删了我们就没什么把柄了，而且肯定会有截屏，到时候大家肯定会更加关注这件事儿。大家会说，为什么删了呀？姐，你找我？衣服不错，谢谢，唯品会打折买的，肯定比你商场买的便宜。你下午跟我去拜访几个客户。哦，不行，我要立案。什么案？就是那个限期告前妻。是不是那个蓉蓉告罗琦？嗯。哎，你知不知道罗琦是罗宾的姐姐呢？现在知道了。那还要告吗？不是我告，是我的当事人要告，我是律师。我亲爱的妹妹，那你为什么就一定要做他的律师，接他的案子呢？那我已经接了呀。诚心跟我对着干是吧？为什么每次我不听你的话，你总是觉得我故意跟你对着干呢？那你为什么要不听我的话呢？那你也不是每次都听我的呀。你不听我的时候，我也不会生气，也不会觉得你跟我对着干呀。翅膀真是长硬了。出去。嗯。你是来为昨天的事情向我道歉的？我是以实际行动来纠正我的错误。你犯了什么错误呀？我不应该未经你同意就把你提出合作。那你现在要以什么样的实际行动来纠正你自己的错误呢？你马上去给杜飞办理取保候审。他不是办了取保候审了吗？对，
但是因为前2次传唤他没去，所以他就被批捕了。他为什么不去啊？因为他认为自己没有罪。那我们2个是拍档，为什么我一个人去啊？这点小事儿，我就不用去了吧？对，这么点小事我自己去就可以了。那你干什么啊？在我去给当事人办取保候审的时候，我想去找一趟你父亲。你找他干嘛？我打算说服检察院，召开一次听证会，邀请著名的法律专家、法学教授群策群力。召开听证会，其实意味着检察机关主动把司法行为放在阳光下晒。在办理公诉案件过程中，召开听证会是践行正义不仅应得以实现，而且是要以人们看得见的方式加以实现。办案过程中，不存在哪个部门办错了案，这只是一种理念的碰撞和对法条理解的不同。听证会可以让参加者通过程序公正坚信实体公正，让社会、公众对司法裁判口服心服。公开听证可以充分听取各方意见，提高司法决策的透明度。您好，我是全景律师事务所罗宾律师的助理黛西，我想跟您了解一些情况。杜飞先生您认识吧？认识。他是不是曾经分文未取，给您购买过药品？有这么回事儿？他人特好。我们这儿有个请愿书，杜飞先生非常需要大家的帮忙，您能帮我签个字吗？听证会一般首先都是公开的介绍案情，然后聘请了人大代表、政协委员，还有司法局的代表，会就案件进行提问。你说的我都听明白了，所以杜飞才不想去，他怕逼着他当场认罪。听证会不是审判，但是也会有意见相左的双方互相辩论。那我不去行吗？我怕去了会控制不住情绪动手。